大家，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如果有2件穿起来真的是太合身了，有点不舒服的感觉的裤子，可以把它2件变1件，然后要特别做成是一个酒桶状的一个裤子，最近欧美流行起来的一种，好像也有不同的名称，有人叫气球裤，有人叫酒桶裤。那总之我们今天就是要挑战这样的设计，然后在裤子的侧线这边加装这个新的布块，然后让它变成有种酒桶的形状。昨天晚上已经把这件牛仔裤的左右2侧缝线拆掉了。第2件这个，我是把它从中线屁股跟腹部这边的中线，一直到内侧缝线全部拆掉，所以得到了2只裤管。我比对了需要接缝的长边，也就是整个侧线的部分，然后才意识到腰带那边也要拆掉，所以我就把要结合的那一个裤子的腰带全部拆掉，然后也把黑色要拼接上去的那一个的腰带也拆掉。但是如果你想要直接拼接的话，当然也是没问题，可能就是比较厚而已。等一下需要接缝的这些裤底、裤管跟缝边的部分，我全部都把它摊开烫平。刚刚在拆线的时候有点粗鲁，所以有一些地方被我扯破了。只要在背面烫上布衬，然后用一大堆交织出来的之字形缝针来缝过去，就可以补强，应该是补好这个洞。腰带的部分本来是想说不想要太靠近皮带环会太难缝，但是其实应该是不会影响，所以只要沿着侧线把腰带剪开就可以了。拼接上去的这个口袋，我为了省麻烦，所以也把它缝死了。既然现在口袋被封死了，所以口袋根本就是没用了，所以我用这种专门剪布料的锯齿剪刀把口袋沿着刚刚的缝线剪掉。然后为了剪裁出左右对称的形状，我把它这2块布正面对正面先固定在一起，然后统一剪裁出一个2侧的边是有弧线的梯形。因为我不知道它最后出来的形状到底会是怎么样，所以我这边预留了比较多布。要制造出一个酒桶状，必须做类似腰绳的东西，但它是做在膝盖的外侧。做错了，如果把它变成裤管的样子的话，居然是内凹的。我希望它是外凸的，所以整个做错了。这个应该是要反过来，不是菱形，而是2个三角形，像蝴蝶结一样。先把这个拆掉。好，我刚刚把另外一条改正了，应该是要这样才对，所以这个也要弯下来才行。唯一的不同就是刚刚是做一个菱形，就是缝这个角跟到这里，就是出去回来。那这边就是相反，应该是要先在外面，然后进来之后才出去。这边画的有点乱，我从这边操作给大家看。不要看左边这边，然后看右边画的，刚是像这样子凸出来，现在是要这样子凹进去才对。半寸，这里建议其实只要做一个折边就可以了，而且不要超过半寸的这个宽度，做起来的效果可能会比较自然，比较好看，不然显得有点突兀。而且在靠近中线折线的那个地方的时候，尽量是圆弧状的，不要像我画的好像有棱有角一样。我做出来之后发现2个的效果太夸张了，所以我又回去把其中一个拆掉，然后沿着中间这条线折，这样子。所以等一下就沿着这条线缝。现在这个是外面的样子，这是里面的样子。然后结束之后呢 ，suppose 会在左右2只脚装上这样子的东西，就是这样。右脚、左脚，所以才会制造出那种那个是什么气球的感觉。老实说，我应该认真测量这个打折我要放在哪里，可是现在已经做了，有点懒得拆掉。但我就先吃午餐，等一下再回来。今天用大头针固定之后，我试穿了1次，觉得这个转弯的地方超厚了，所以我现在接缝的地方做了一个记号，想说一下稍微移动一下，就可以按照这个记号做一些调整。我的想法是，这一个比较凸的部分，它应该是要让就是正面跟背面看起来是一个外扩像 O 型腿的形状，但是在侧面看起来最好不要有其他
它的多余的形状，就是一个直筒的感觉，这是我的想法啦。但我看网络上有蛮多人有不一样形状的设计，它就是侧面看起来好像会有一个小小的折痕，看起来会就是有点这样的感觉，但是正面跟背面看起来就是一定是比较有一个弧形的感觉。我现在来做调整，这样看起来就蛮明显的了。那现在整个要往后调，感觉应该是我的形状没剪才对，所以如果形状是 OK 的，应该就可以避免了。所谓形状就是直接把这个奇妙的形状置中吧，不要这边比较凸，这边比较平滑吧。这个是接缝的边缘，所以是没有含缝份的。等一下剪裁的时候再把缝份算进去。我刚刚试穿了很多次，后来确定就是这个形状了。我还要把就是第二个这个折痕拿掉，然后我刚刚已经拿掉了，烫平了。接下来就是要把这个原本的形状切成我真正想要的形状。这个形状有点像是比较窄、比较瘦的杏仁的形状，或者是三角形也可以吧。我在猜，如果你的原本的那件裤子的剪裁不是那么的圆筒的话，是比较直的，或许三角形也可以做出来。原本的那一件好像就是有点往内修，所以它需要这样子的弧线来辅助，制造出它这个空间感。噔噔噔，刚把这个左脚先缝上去试穿过了，我觉得非常 OK。有另外一种做法，就是在里面做原本我缝错的那种菱形的，在内侧，我觉得非常的舒服整只裤管就等于是很松的，但是它又给你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形状，让你焦点全部都会放在这里。我觉得是一件非常有趣的裤子的设计做法。我本来是想说要留这个它原本的这个缝边的，就是裸露在外面，这也是一种想法。后来我决定就是干净利落一点，把它藏在里面，所以做法就是正面对正面啦。因为牛仔裤通常会有这种铆钉的东西，所以在缝的时候建议是这一个有金属的部分裸露的部分朝上，这样子比较好操作，机器不要去打到它，不然很容易就受伤了。上下固定之后，平均分散剩下来的布料，加上它原本有弧度，这么做会是比较好的。固定好这一只之后，另外一边就会是一种 burrito 的感觉，就是把它包春卷的样子。其实裤管也不一定要包起来，你把它拉到另外一边去也是可以，但总之就是把两块要拼接起来的布料正面对正面缝合在边上。裤管下缘，我先用一条平针把它的缝份先固定起来，变比较平整之后，再往内翻折2次，缝在它的边上。我在做两侧布料拼接的时候，完全没有考虑到腰围会被改变，所以现在腰围对我来说就是又太大了，所以我决定在腰带的背面加装一个松紧带。在左中右都固定之后，我又用之字形直接缝过长边来固定。在前后腰带需要拼接的地方，再补一些布料，把腰带做完。最后再把腰带缝回到裤头上，就做完咯。那么今天这一集旧衣改造就到这里咯。回顾3-4年前我刚开始做旧衣改造的时候，曾经有贴一个文，就是觉得每一件衣服都不一样，然后我做什么简易的改造也不代表大家跟我同个步骤做出来的东西就会一模一样，而且每个人的喜好不同，然后需要的修改也不同，也没有绝对是怎么样才是最好的，或者怎么样就不好，所以都是相对的，只是适不适合自己而已。那今天这集就到这里咯，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次见，拜拜。